Hello， 大家好，我是 Scott。今天我们来聊大脑冷冻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说去实现让你永远不死的话，你觉得用什么方法比较好？永生？我觉得就其实不需要身体永生，因为身体会衰老，就把我的思想、智慧留下就行了。写书？也算是一种了。还有别的方式吗？录视频吗？录视频？没有想过把自个儿冷冻起来？太贵了。是吧？对啊，咱又不是什么伟人、思想大家啥啊，不值得，是吧？没必要，没必要，普通人。其实世界上第一个冷冻人啊，就是在1965年6月份，那个第一个人叫做詹姆斯·贝德福德，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冷冻人。那当时他是因为发生了肾癌嘛，他的癌细胞呢就扩散到身体每个地方了，包括肺部哈，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以当时的医疗条件是没有办法治愈的。所以说呢，他就决定在当时呢，把自己的身体冷冻起来。他的身体一直保存在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当中。詹姆斯他其实有计划说要在50年后复活嘛，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呢，当时就准备说，把他的遗体从那个液氮里面拿出来，开始复活他。但是呢，在复活的时候发生了一点小意外，说他的这个整个面部器官啊都变形了，还出现了大面积的红斑。所以当时这个整个解冻计划就立刻暂停，说不行，还是把它给再冻回去吧。所以是失败了。对，失败了。那现在还冻着？对，所以现在还冻着。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希望等到科技发达到哪一天的时候，说可以把它再解冻出来以后，身上的病给它治一治。但是以现在的医疗技术也不能医治这个癌症，不是吗？对，问题就在这儿。他患的是肾癌嘛，然后他的癌细胞又扩散了。你就算以现在的医疗技术说靶向治疗啥的，他也不好说能给你100%确定，就能把你的这个癌症给治好了。你如果说直接把整个人体冻起来，会有很多问题嘛，因为你身上的每一个器官和组织，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它们需要的冷冻的速率也是不一样的，含水量会对，因为你含水量也不一样嘛。因为我上次试着冻过一颗煮熟的鸡蛋，冻完以后解冻了之后嘛，就会变成那种碎渣渣的。因为在冷冻的过程中会产生冰晶嘛，水在凝固的时候它就会膨胀，它的体积就会扩大嘛，就会形成这个冰晶。那这个冰晶呢，就会对细胞膜产生破坏。你就像我们吃冻豆腐嘛，它的水分是含在那个纤维网中的，平时吃的时候都是很嫩滑的。可是你把它冷冻过以后再拿出来解冻，你会发现中间多了好多小孔，就是这么个原因。所以其实你对比来说的话，你直接冷冻大脑要比冷冻身体要好很多。确实，因为我觉得你保存身体总归会衰老的嘛，你的身体机能什么都衰老了。其实对你来说最珍贵的应该是你的大脑意识思想和意识，对吧？你只要保存这个意识就好了。而且还有钱的原因嘛，你看那个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它全身冷冻是22万美金一年。它这个钱是这么算的就是说它相当于是买一个保险，然后这个保险呢，比如说总价格是22万，然后你把这个22万分摊到比如说30年，相当于你每个月付个1000、2000这样子。就是 life insurance， 对，是个保险。所以它全身冷冻是22万美金，它大脑呢就只要8万美金。而且就刚刚你说的这个可替代性的问题嘛，但其实我们人体比如说四肢来说的话，你不一定有那些义肢更加坚固灵活。对啊，就是因为你肌肉细胞都是会衰老的嘛，会萎缩吗？会萎缩嘛，你的身体机能都下降了，对吧？怎么去冷冻这个大脑呢？其实现在是有研究的有一篇复旦大学的论文叫做《有效的人脑组织和神经类器官的冷冻保存》，他们就开发了一个方法叫做 MEDI。什么意思呢？就是针对脑类器官组织的冷冻方法，它可以维持皮质类器官的结构和功能活动，也适用于多种脑器官。这个 MEDI 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其实就是一种溶剂，就防冻液、冷冻保护液。它里面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就是1%的甲基纤维素，10%的乙二醇，10%的 DMSO 和10毫摩尔的 Y27632，又叫做 ROCK 抑制剂。那么这么一个溶剂简称 MEDI。这是一个配方，对吧？是一个配方，对。Y27632是干啥的呢？它是为了防止细胞凋零，防止在冷冻和解冻的过程中呢，这个细胞凋零死亡的。
DMSO 又叫做二甲基亚碸，它是一种常见的冷却保护剂，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去减少冰晶的形成。所以在1967年的时候，当时詹姆斯他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冷冻人吗？当时医生把他的那个身上的血液就换成了这个 DMSO， 他血液也被换掉了，对，被替换成了这种溶剂。但问题就是当时的这个配方也比较简单一点，他们也只是注册了这个东西，它没有这样一个完整的溶剂。那它这个冷冻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呢？它首先用这个冷却保护液去充分的去洗涤，确保呢每个器官都可以把它完全的浸泡在里面嘛。之后呢，就大概以差不多每分钟1摄氏度的速率开始缓慢降温，一直降到零下80度。零下80度。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它的这个降温的速率是很关键的，它不能降得太快，也不能太慢。降温过快呢，细胞里面就会形成很大的冰晶，就会把细胞膜戳破。但是如果降温特别慢呢，它的这个细胞又会脱水，也会脱水。就快了也不行，慢了快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你看，就是控制这个速率就很重要。你看，如果大脑的话，就是以1度每分钟，那你如果是身上其他器官，可能需要的速率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样品它在零下80度冷冻以后呢，就会转移到液氮里面，就是零下196度长期保存。那怎么样去解冻它呢？就要通过水浴法，把这个冷冻的器官放在37度的水温中，然后呢使劲摇晃它，在1到2分钟之内把温度恢复。它还需要把这个冷冻保护液给移除嘛，它就会把这个器官放到一个离心机里面去除这个冷冻保护液。大脑能被这样对待吗？离心机，那它是那种很慢的离心机，不是洗衣机这里面哗哗哗哗在那甩。我知道离心机那种生化实验的时候分离那个血清那些的。它那个离心机的重力大概就是350克到500克之间，就其实是很轻微的一个力量去甩它。所以他们有做实验结果嘛？从 CM1 到 CM4是4种不同的冷却保护液。这个 CM1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MADI， 你就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图是放大图。你看，对比其他冷冻保护液的话，这种保护液是可以保护它的脑类器官结构和功能的，就看起来它的那个细胞活性更强。对，这张图呢是对比了跟正常器官来说，神经组细胞、神经元和胶质细胞的比例是否一致。然后他们又去把这个大脑拿去做这个微电极阵列测试，去测试它的这个神经网络活动和正常器官相比是否一致。那结果表明呢是差不多的，而且呢在冷冻18个月以后，解冻出来的大脑器官还可以再继续存活150天。所以他们冷冻的真的是大脑吗？它其实不是它这个用的其实是一个细胞培植的类大脑组织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大脑。那通过这个培育的组织去试验，说我这个冷冻的方式和解冻的方式是不是可以，我的这个冷却液用的是不是恰当。它其实距离真正成功可能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在《三体》里面呢，它也有冷冻大脑这一段描述。当时云天明重病去世，陈星就选择把他的大脑去送到三体世界去冷冻，希望能够在三体文明下去延续他的生命。三体人复活他的意识，把它当作和人类交流的桥梁。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意识中保存了他的记忆和人格。复活以后的云天明呢，通过童话故事向人类去传达一些三体人的神秘信息。不过你知道三体的编审之一叫杜虹，也是个美女作家。当时她去世的时候，也是选择把自己的大脑进行冷冻保存。2015年5月30号下午呢，当她离开人世的时候，2名美国医生也是第一时间向杜虹体内注射了这种抗凝剂嘛，然后用特制的设备去按压心脏，保持血液流动。之后呢，她的遗体也是被送到了阿尔科生命延续中心，她的头部也被保存了起来。所以她是因为编审《三体》受到了这个影响吗？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在《三体》里面有一段对大脑冷冻和复活的描述嘛，就说如果三体人能够复活一个冷冻的人体，也一定能复活这样的一个大脑，并且利用某种外部接口与它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讲呢，一个大脑和一个完整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它是这个人的意识，这个人的精神，他的记忆，而且是有这个人的谋略。不过我觉得你说要是真把一个人的大脑冷冻100年，还是有不少问题的，是吧？你就首先一个就是亲人都不在了，是吧？有谁能活过那么长岁数呢？你真是把自己冷冻了个50年、100年呢？你睁开眼一看，就算你成功复活了，身边的亲朋好友全都不见了。你说古人那个时候还飞鸽传书呢，现在都用手机，就不会用啊，就完全不能适应现在的生活。你看现在技术发展速度都很快嘛，你看10年、20年都有非常大的变化。这种如果真的是说
50年以后，你确实已经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了，可能你的那些谋略，你的那些意识都已经落后了。以前你卖东西是上街去卖，后来变成了淘宝店，现在都是直播带货。而且它没有解决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啊。其实你去冷冻这个大脑，我觉得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知识的延续性，因为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他都是一片空白，这一辈子学的所有的知识，你没有办法去传给你的下一代，你只能通过别的方式去传承。所以我们现在发明的很多东西啊，都是为了这个知识的延续和传承。你看，当初刚发明文字的时候，是为了让这个知识啊可以记录下来，而不是口口相传或者是结成记事。那你有文字以后嘛，你就可以写成书籍，可以记录下来。那有了电脑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个文字啊，可以方便你保存起来。不然呢，你都是一本一本书。你看咱们以前图书馆的话，你包括现在也是需要很多地方去储存书，你无论是查询还是阅读都很费劲，光找都要找好久，是吧？现在有了网络和翻译软件呢，就方便了这个知识的传播。对，而且你还能很容易的去看一些别的语言的。别的语言的书，虽然它翻译的也不是特别优美吧，但是你大概猜一猜也能读懂那个意思，对吧？对。而现在有了 AI 以后呢，就让这个知识的查询、理解和创造就更加容易了，是吧？它就更加方便的你去获得已有的知识。所以它这个本质上都是在简化你的学习成本，你得把这个已经积累的知识快速的去掌握，对，才是现在科学研究的重点。所以现在你看马斯克开发的脑机接口，就是去解决这个知识传承和积累的问题。当时第一个做脑机接口手术的人叫做诺兰嘛，他是个美国人。当时他是什么情况呢？就是2016年的时候啊，他去潜水，但因为上浮太快了嘛，就导致他瘫痪了。在接入脑机接口之后呢，他就可以用意识去操纵电脑了，可以控制电脑玩游戏。我看过那个视频玩文明6是吧？下象棋。所以你看他有这个脑机接口以后，他不仅可以恢复肢体上一些功能，而且你也可以在上面加一个芯片，让你可以直接获取到那些知识库、数据库，这就解决了这个知识积累的问题。我记得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科幻童话，就是中国的一个作者叫叶永烈，他写的《小灵通漫游未来》，里面他们就是给小孩植入一个芯片，这样就像咱们小时候背那什么唐诗300首呀这些东西，他一下就掌握了，就变成百科全书的大脑了。他不用从头去学那些很基础的知识了，他人生的更多时间和精力都可以投入到发掘新的科技研究这样。所以那你说，如果说真的可以冷冻大脑达到永生，你想要做什么？还真没想过哎。但我其实更想继承别人的思想，是吧？就不用去费劲学那些知识。其实我觉得你真的冷冻大脑了，达到永生了，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事儿，好痛苦啊！哎，但你有没有想过说，比如像爱因斯坦嘛，他是天才嘛，就如果这些已经离世的天才们，他们当时把他的这个大脑思想保存了，他们会不会发明出更多改变世界、颠覆人类的技术？你像达芬奇是不是？对啊，他如果说能把他的那个意识保留到现在，对啊，你看他发明的那些东西，就是可能人类社会会再提前先进个几百年。大家就不用猜了，我这手稿上写的到底是个啥呀？哎呀，这个地方说这个公式已经被解释了，但是呢，因为写不下了，我就不写了。对啊，还有牛顿他晚年研究那个炼金术啊，这些内容，其实普通人留着真的没有什么用。如果是这些天才们把他的这些思想意识留下来了，然后又把他的这些思想意识，是不是能够分给普通人？对。然后不是更多人就变聪明了吗？你就负责达芬奇画画那一趴，我就负责达芬奇这建筑设计那一趴就可以了，每个人分一趴。如果天才的大脑是可以复制的话，那世界不是会发展的更快了吗？不过世界发展那么快有啥好处呢？但你不想更觉得说外太空有更高级的文明吗？那如果我们对，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倒觉得你如果说人类真的想要去征服别的星球的话，你也不一定是征服了，就是你要达到你得要那样复制嘛，对吧？对，你得要复制自己才行嘛，你得要能够把这个知识快速的继承到每一个人脑子里，对，让更多的人拥有天才的大脑呀，对吧？那不会打起来吗？那么多聪明的人在
1000万个达芬奇跟1000万个牛顿打，但你可以在给他植入的时候做一些手脚设定嘛，就让他们是那种性格非常 peace、非常 friendly 那种，是吧？可能也可以啊。那要是100个希特勒就完了，1000万个希特勒打1000万个希特勒。所以就是在性格上可以进行一些，就是你只是筛选出那一个部分嘛，感觉就无敌了。或者像那个《哈利波特》里面那种，他可以把他那个记忆片段提取出来，然后保存，哎，正好，对吧？然后别人也能看嘛，通过一个，你光看没有用，把他的那个记忆片段抽出来以后，他可以给然后另外一个对，人，然后复制好多份，然后你再把它记忆片段再给我插进去就行。就是比如你无论是做手术也好，怎么着也行，对吧？就是没有这个学的过程，因为学的太慢了嘛。对啊，你像现在说医生就是这样，像儿科医生特别缺嘛，其实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对，因为儿科医生他们的学习时间是很长的，如果能用这样子的一种方法，哎，这好，是吧？是不是就能解决某一些行业特别短缺的问题？那医生以后工资就没这么高了。但医生他不光是有大脑呀，还是有很多需要动手、他还得操作是吧？操作啊。不过现在做手术都是机器人啊，你知道那个脑机接口，它要做手术，它不是说人去做的，因为它那个电极是要去插到你大脑皮层之下的。然后呢，它有好多个，只能插到大脑皮层下，比如说1毫米、2毫米处，这种精度人手是做不到的。外科医生是干啥的？外科医生就给你头开一个刀，打开完了以后呢，剩下来的工作都是由机器人完成的。这个也是我觉得未来发展的趋势，就是说你在做手术的时候，机器人它没有自己的情感嘛，它的所有的动作都是很准确的，就很容易去操作这件事情，就是特别精细的这种。对，所以你说以后未来医生的发展是什么？你比如说问诊拍那个 X 光片，你拍好以后，现在都是 AI 看，AI 先筛一遍，哎，觉得好像有点问题以后，再把这个东西再拿给医生进行复审。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更提高工作效率嘛。对，如果你真的能说可以把一个医生的记忆，比如华佗的记忆力，哎，转到你脑子里啊，再加上现代技术这一趴，那几乎就人人都可以作为医生。所以我小时候看那个《小灵通漫游未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好呀，你反正也掌握了，不是吗？对啊。然后你掌握的这知识，你说你背那个唐诗300首，它是提升了你的文学素养啊，什么对文化的理解啊，这些，它真的有什么用呢？就只是知道，现在也都忘了。好了，感谢收看今天的视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